中美外长会晤近乎是摊牌，中国拿出了外交新姿态，不要逼我们打碎一个旧秩序。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0月3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意大利罗马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时间差不多1小时嘛，双方在会晤前见面的时候，甚至没有进行一个这几年常见的国际外交礼仪，就是那个碰肘。两个人肘都不碰一下就进了会场，好像是两个拳击手比赛开始之前连拳套都不碰一下就直奔主题了。反正大家都明白是奔着吵一架来的，别客气了。会谈呢进行1小时，美国方面评价说气氛是异常坦诚。这都不是大家常说的坦诚了，这个词儿大家太熟悉了，而且加了异常2个字，那个气氛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我们有无尽的想象。不过呢，后面美国方面还加了一句是富有成效，而中国媒体还说没谈出什么成果，没什么共识，可见双方对会晤的评论，甚至对会晤的期待都完全不一样。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晤后双方都说要继续保持对话接触。其实呢，说起来，美国还是希望中国方面能跟美国进行合作的。比如这次的会晤地点是中国代表团驻地，是布林肯上门来谈的。所以有人评论是谁着急要达成共识，这很容易看得出。而布林肯呢，也列出了一大堆范围嘛，说是可以探索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范围，包括朝鲜问题、缅甸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还有气候危机问题。那么这种合作呢，某种程度上应该解释为美国希望中国在这些个领域无条件配合美国。不过呢，以神说那句从实力出发，好像再没有出现过。反观中国这边态度又和以前不太一样，变得更加尖锐和直接。王毅外长说，当然也是希望管控分歧，探索合作领域，因为我们一直的原则性认识都没有变化嘛，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不过这次双方在讨论台湾问题的时候，王毅外长几句话那分量是极重。其中一句说道，一旦中美关系出现失误，那么将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全局性破坏。颠覆性、全局性这6个字什么意思？掀桌子吧！都到这个程度，什么合作都别谈了。你美国后边有很多会议，可能还是需要中国帮助，要不要帮忙你自己瞧。还有一句，我们要求美方奉行真正的一中政策，而不是假的一中政策。这句话呢，也是带有针对性，甚至是最后通牒性质的。你美国整天说坚持一个中国，然后这么多年你从来不肯明说你所称的一个中国是不是包含台湾的？你以为两岸一边一国不重名就行了吗？这个事儿你美国不说清楚，保持战略模糊，我们中国怎么跟你这个大忽悠继续合作？而美国呢，无论是观念还是行为，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都是在一个旧的国际关系体系下，他们奉行的毕竟是现实主义外交，弱肉强食，强者为王。美国要掌控一切，要给所有国家进行分工，自己要站在整个食物链、权力链顶端，掌握一个充分的主导权，然后在掌握主导权的基础上，居高临下跟中国谈合作。问题是谁看不懂？北京一个初中生都能看明白的事情，难道我们看不明白吗？当然，中国也不是要和现行的国际秩序对抗，只要美国不损害中国的利益，你去主导日本、澳大利亚，让他们去服从美国，我们也没什么意见的。包括美国一直强调的什么知识产权保护啊、环保啊，只要是在合理合法范围内进行各种良性的竞争，我们也都接受。但是中国也不会容忍任何国家用国际秩序为借口，把中国最根本的立国基础都损害了。如果美国拉着自己的盟国去主导国际秩序，而不让中国参与这个秩序的设计和维护，那么这个秩序对中国彻底没用，我们无法接受。具体到台湾这个问题，我们这次也就是告诉了美国，如果你坚持用你的价值观、你的秩序观来约束我们，那么真想打一架无所谓，就打一架吧。什么叫颠覆性破坏、全局性破坏？无非就是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重新洗牌。美国肯不肯赌？和王毅外长会晤几小时后，布林肯接受了美国 CNN 采访。记者连续3次追问布林肯，
大陆武统的时候，美军是否参战？布林肯3次拒绝回答是否出兵，3次说为了确保没有任何一方能采取单边行动，为了让台湾有能力自卫，美国会做一切必要的工作。说到底，美国好像还是没有做好准备，跟我们一场豪赌。好，关于王毅外长这次在意大利和美国的交锋，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次再说。